如你所见，如果杨紫和肖战的新剧能够沟通起来，谁会带来更多的优势呢？杨紫和肖战的戏拍完了，1年过去了。最初是同意在那个时候公布的，但是到最近没有任何进展，所以粉丝们也很期待，他们真的很想知道，节目传达后会不会给他们带来某些优势。作为一个艺人，应该是不断有作品的到来，吸纳更多的粉丝，但按理说，杨紫已经1年多了，并没有新的作品出现在大家面前。过去录制的节目每一部都被翻倍，而这背后一个明确的理由是肖战带来的。肖战自己没有做任何离谱的事情，但他的粉丝却有问题。这位男星的粉丝年龄都比较年轻，所以做事比较霸道。他们认为某个网站上有几篇文章对我的神物不是特别亲切，所以我一口气把这个网站删掉了，并因此激怒了很多人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聚会，而且每个人都享受自己的休闲活动，而且这个看似微妙的网站背后肯定有无数的客户。本来在去年走红之后，肖战的成长方向和王一博是一样的，但没想到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，此时2人的情况变得截然不同。无论走到哪里，王一博都可以说是一个格外出名的明星，无数小姐姐争相跟他合影，觉得他还是很有魅力的，只是业务量却是独一无二的。他风格不凡，但无论走到哪里，大家都不愿意和他合影，怕被卷入其中。说实话，杨紫的心里也是极度不安。定期聊天，如果一个节目能够持续传播，他可能会帮助这位女明星平衡她的恶名。反正谁也想不到的是，合作的男工匠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，还被人拦着，实在是影响了节目的播出进程，让人难以察觉。没有渠道试过采购，成品只是在台上交流，有几个台可能试过不敢播，怕被大家抵制。此外，该剧还未播出就主动发现了诸多问题。肖战在剧中饰演专家，但无论是拿手术刀的姿势，还是几句专家的话，他都可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对。倒不是因为网友对他特别挑剔，而是他在接这个角色的时候，确实没有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反而觉得自己那时候的知名度无论如何都这么高，他出场了，他应该有机会得到粉丝的认可，所以我没有计划就去玩专家，而且通常会出现不同的专家错误。不过总而言之，从目前揭晓的进展来看，我们可以感觉到明星之间的 CP 感对于一般来说都是非常强势的地方。杨紫特别擅长的小姐姐的工作除登场，而且实质上也是那种不用深思熟虑的温情秀。可能是因为最近很多人都是单身，所以大家特别喜欢在这些影视作品中寻找真爱，所以在即使男女艺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甜蜜，也会让人觉得他们之间的合作还是特别的恩爱。所以事实确实证实了某些人对这个节目的传输坐以待毙。不过按照目前的观点来看，不管这部剧能不能得到权威传播，对肖战和杨紫的影响都不会太大。说实话，这个解释非常简单，或者至少这2位艺人正在玩他们以前擅长的东西。要想演好，最主要的是要不断的在自己身上下功夫，破坏一部分过去的印象。话虽如此，这2个文艺青年显然也没有多想，只是想继续从过去的照片中捞点小钱而已。目前准确的说法是，这个符号显示没有确定的传播时间，因为它是不同阶段的人得到的。从现在传播出去之后，几乎当然会筛选一些粉丝。一段时间以来，粉丝对肖战的偏爱都来自于创意思维。好久没有出道了，大家都觉得他很惨，但是当这个男星不断的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不足，人品也不是很好，那时候会很烦人。02肖战粉丝有效维护权益 ，YSL 关闭退货管理，选择言论引发争议。YSL 是一个知名品牌，但它的危机处理能力极低。这波 S 活动过后，激怒了广大粉丝，也让消费者明显看出这是在卖狗肉，在骗人。或者另一方面，忽略了购物者特权的精髓。纵观 YSL 推出的这一系列非已扑火，你会发现它的傲慢、浮夸和自负令人惊叹。重要的是，某位艺人被提升为 YSL 的全球代言人，而权威评论带中的联系也悄悄变成了他的。
这意味着肖战粉丝的每一笔买卖都是靠具体艺人。某艺人正式爆料他是全球代表卡点1005，但品牌方却不允许肖战粉丝一直被关注，要求购买时备注代号 YSN1005。这显然归功于粉丝支持带来的超值优惠。肖战对女明星某某艺人和他的粉丝在领奖，粉丝对肖战和粉丝大肆谩骂和贬低，太可怕了。YSL 的吃相丑到让人无法直视。面对肖战粉丝的退货诉求，特别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的应对方法就是找了一批 S 君虚空容器。莫名其妙的言论憋得让人发笑，真不知道这支 S 君能给 YSL 带来多少生意。后来 YSL 真的关掉了回归管理，选择了调查，不是着重面对和解决问题，而是缩回头，想象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鸵鸟策略只会让来之不易的品牌声量和名气落空。代言人的粉丝也有不同的买家，看到品牌方没有承担责任，利用欺骗和催促肖战粉丝的行为方式，掩盖了2位代言人粉丝的真实购买力。至于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，只有业内人士很清楚。YSL 是一个知名品牌，但在 Y 事件之后，不同背景的人都陷入了困境。肖战变身代言人后，粉丝的鼎力相助，让品牌的口碑和成交量跃升至业务的最高点。他们在直播的时候一般都直言不讳地表示 ，YSL 官宣肖战为代表，销量还不错。尽管如此，如果品牌方不尊重代言人和粉丝，无论退货管理是否关闭，都选择了言论，忽视了肖战粉丝的魅力，给自己造成的不幸命运多舛。肖战的强项是粉丝量，是大家公认的，他们永远不会给品牌设定过高的期望值。不过，如果品牌方利用这种自尊心，利用粉丝的购买力暗中参与活动，结果必然会被压垮自己的脚。正如一位粉丝所言，真钱一轮，活人最贵。我其实相信，每一个帮助肖战的品牌都可以用心换取灵魂，在参与的时间段内共同进步，在合作结束后也能达成互惠互利的安排。03，刘亦菲李现新剧被泼肥无碍。先说明一下，刘亦菲是我心中的白月光，还有青春频道，视角不会特别偏，我的立场特别明确。但是有一个评论，除了无极刀一、天龙八部、神雕侠侣，我基本上不看刘亦菲的其他作品。我不会追节目或电影，因为我喜欢某人的外表的主要原因是，如果我看到我的明星的可怕作品和羞辱性展览过多，白月光的照片就会倒下。我其实需要维护心中理想的画面。在类似的85小花群里，感觉赵丽颖的演技比刘亦菲要高，杨幂、刘诗诗和唐嫣都躺了下来。对于一个艺人来说，如果真的要谈自己的演技，那本身就是一种侮辱。如果他不能胜任他的业务，那只是一个或更多。如果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行事，什么是艰苦的工作，劳逸结合，受伤很简单。之所以引起人群对这些产生共鸣，是为了传递大众新闻喜闻乐见的作品。我不认为表达没有工作是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。我实际上对如何在普通轮班中涉及办公室编程一无所知。我在那儿哭不就是为了骂我吗？我认为本土人群思想过于开放，但在某些地方他们过于无情和荒谬。演技差不了多少，看戏就是戏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已经习惯了无数年，只要内容烂就可以了，反正都是爱情剧，换个场景，现代都市，老戏班，替代历史，梦想不是不可以实现的。说的是女明星的身材真的很有魅力，最理想的是桃臀蛇腹，一直跟上18岁就可以破的皮。我认为这种招揽对于走在名誉道路上的贵宾来说并不算多。考虑到所有因素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通常很重要加入团队并相互竞争，然后拍个杂志封面什么的，一张像样的照片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。现在的名人传达了一部分公众的梦想，尤其是女性贵宾，她们无疑是疲倦的。为了用图标取代它，然后在学生时间范围内有特殊的清晰度。尽管如此，它取决于事件。在影视作品中，只要符合剧中人物形象，双下巴都无所谓，有点胖或有点瘦，为什么会有不同呢？
什么样的电影电视剧会要求里面的角色从头到尾都是可爱的？如果你只是追求美，你会看什么样的节目和照片？艺人解密里面的工作，你说胖瘦归零不是很疯狂吗？然而，在这里我需要点名和审查。彭于晏和思纯妈妈最难忘的相公，应该适当放在化妆品上。它匹配。身体羞辱正在采取行动，但我们不能承认像美国那样公开的敏感性。深色大码服装型号肯定超出我的理解能力，但是指望艺人在引进工作时一直处于白瘦状态是不合理的。任何工作需要的图片，艺人都应该介绍图片。抛开工作，身体尴尬的人，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，然后想想你对别人的要求是否合理。我还看了刘亦菲和李现新节目的照片，说胖。刘亦菲的戏份一直不胖，说了无数年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我用我的真名来表明这不被视为肥胖。当作为一般规则拥抱在一起时，你需要的那种苗条是困难的，这是一种沉闷和不幸的状态。尽量不要对女士们那么严厉。大多数男人的身材都达不到及格线，他们太油腻了。平时怎么敢一脸害羞地问别人？任何具有足够自我信息的人都无法表达这种荒谬的事情。回粉丝这种事情，我真的懒得说。坦率地说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没有人经常想到可怕的戏剧化，他们只是关心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，真是浪费太惊人了。